电钻一响，黄金万两。大家好，我是安中工小米。看这个房子已经装修好了，这个位置呢是装马桶的位置。装一个普通马桶的话，这个地方太窄了，太碍事儿，空间有点窄，施展不开呀。这种情况想必大家应该没见过吧？这瓷砖全部都贴好了，然后在全部都装好的基础上，把普通马桶改款成壁挂马桶。那么这种操作可行吗？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那当然是可行的。但是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水箱架子已经放到这个位置了，本来我们要装在里边这个位置的，和下水管要对接。壁挂水箱的骨架呢，刚好超出来2公分左右。那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把它裁切掉行不行呢？为什么要切进去安装呢？切进去之后，下水管也能对得上。再一个就是说，外面还要贴砖，要给它补齐了，跟这个瓷砖平，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切进去。思来想去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实质性建议呢？我现在能想到的，只能是把这个框架给它裁切了，走，搬着直接去切割。这活儿在业主家是干不了，直接要带走，因为我们要上切割，还要给它焊上。经常看我视频的老铁，我到这里大家都知道我是去哪儿了。电焊机。切割之后呢，还要用电焊机再给它焊好了。划线呢就从这个骨架的中间位置切开，然后错搭一下，让它这个骨架要做个加强，最后要给它用电焊焊起来。走。现在我们把它切掉了之后呢，现在这个宽度是够的，但是肯定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框架的结构还够不够硬，所以我们切掉的这一条呢，还要给它焊上去，把它重叠起来焊上去。从这个位置错开了插进去，然后这2个面呢，全给它用电焊焊住，这样就结实了。包括水箱的位置呢，它是泡沫做的，所以它怕热，找一个铁皮给它撑起来。这个焊机是那种100-200的便宜货，所以这个电流呢，不建议大家参考。之前我有一个好一点的焊机，最后拿到工地让他们给用丢了。这些工具现在也不常用，焊条呢是用2.5的，然后这个焊条可能也1-2年了，全部都受潮了，不太好用。电焊这个技能是我出身社会学的第一个技能吧，断断续续干了大概有4-5年。焊接最大的压力容器那时候是承受40兆帕，也就是400公斤的压力吧，因为是从地下400米打水上来。时间过得是真快，一转眼这个技能就扔掉10年了，但是拿起来还能干。切铁还是用这种传统的切割片比较好。刚才我们焊完的地方呢，漆都烤糊了嘛，用这个砂纸把这个地方呢全部都打磨一下。刚才我们在过来的路上呢，油漆店买了一瓶油漆，把打磨完的地方呢给它重新喷下漆。毕竟装在卫生间，万一受潮的话，这个地方会生锈的。这个颜色还是有一些浅了。喷上来的油漆已经干了，走。做这个水箱的时候呢，我们按实际尺寸呢要做小个2到3毫米。俗话说嘛，长木匠短铁匠，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略做小一点好，如果硬了的话进不来就是个大麻烦。在切割的时候呢，是切的右边。为什么要切右边呢？这个有一个因素要考虑，因为壁挂水箱的下水管和地面的下水管要对得上，往右边切的话，刚好这个水管的位置能对得上，这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是相差太多的话，那可能就是要改水管了。像它这个水管几乎就不用改，我们只要切短安装就可以了。下水管的安装高度呢，它在水箱架子上是有一个1米线的，
然后如果是没有1米线的话，大家也可以看那个说明书，说明书上面有标这个完成的地平面到那个壁挂马桶的螺丝杆那个孔距的位置，按那个尺寸去排列这个尺寸也是可以的。不同厂家它生产的壁挂水箱呢还是略有误差的，但是误差也不大。实际尺寸呢我们可以根据厂家的那个说明去操作。考虑安装壁挂马桶，给大家个建议，壁挂水箱能靠近排水管的主管道那最好了，直接裂接。如果是像我们这边在瓷砖下面要用别管去做移位的话，尽量短或者不用。其实别管越长冲水效果越不好，而且壁挂马桶很多都是直冲式的，那个冲水效果和虹吸马桶效果完全是不一样，这也是引起纠纷的关键点。后面的水管都已经做好了，如果直接装角阀的话，要考虑后期开关，基本上也用不上。然后我们这边呢，就直接用热熔管直接接上去了。也可以这样理解，就相当于把这个部分呢，也是埋在墙体里边的，你想动也动不了。不过后期它上面可能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留一个解修口也是可以的嘛。水箱放到位，调整好位置。接下来要把架子固定在墙上，这个是打地脚螺丝的，因为我们这地方呢铺了地暖，地脚螺丝就不打了。用水平尺测量，把水箱架子呢一定要放垂直了，然后我们要标记出它的4个打孔的位置。在架子两侧都是预留了打孔位置的，因为我们这个几乎是贴墙的，就从这个位置打。地砖上墙，玻璃砖头呢，先把瓷砖开了，然后用冲击钻再加深。厂家带的这个胀管和螺丝呢，也都是好胀管，打10毫米的孔，用这个螺丝呢给它上紧。在这种狭小的空间操作呢，有一把基隆扳手，干活是事半功倍。就这个地方，开口扳、活动扳，什么扳手都不行，必须得用这个。如果不够长的话，还有一个加力杆、加长杆。螺丝固定好之后，这水箱架着就跟焊上去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在考虑壁挂马桶做上去会不会给它压坏了，那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进水管全部做成死口，一个活件不留，要保不修，要修必须得接管。这就是水箱后面的空间，这个地方还挺宽敞，上面将来留个检修口，如果涉及到维修的话，从上面可以下得去。这也是壁挂马桶的新装法，这一类装法我也是第一次，以前没这么干过。家里面空间足够的话，其实可以这么做。这个活儿还没完呢，地脚这一块我们不是没打螺丝嘛，因为有地暖管不敢打，然后买了一个缅定胶，这是一个品牌的，用这个来粘接一下吧。地脚的螺丝不是可以松嘛，松了之后给下面打上一坨，然后再给它压下去，把螺丝上紧，这样也能起到一个固定底脚的作用。这一管胶只有那么一点点，那就有点浪费了，把剩下的胶呢给它打到框架的正面和背面，这样也能起到一个粘接稳固的作用。水箱架子固定就完成了，现在开始上水。现在上水虽然是冲不了马桶，但是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水箱，还有检查我们前面热熔的那些管件。上完水呢，我们把最后几个步骤操作一下。这两个是固定马桶的4杆，上面是套了一个塑料管，这个管呢就在上面，因为后期他们干活的话，水泥了什么的都可以做一个保护作用。在马桶的排水管和进水管上面都有2个堵塞啊，把这2个要堵上，也是防止干活的时候有大块的东西掉进去，造成管道堵塞。在水箱上面按键的地方呢，还有一个保护罩，这个后期贴完砖长了可以切掉的。好了，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能看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啊，拜拜。